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小佑，今天回来到我们的 X-Plane。我们呢，今天现在在一架 SR-71上，它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，它的时速呢是3.32马赫这么快。那我们现在在的机场呢是稚内机场，位于日本的稚内市，它跑道长度大约是2200公尺。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。我们今天呢要开这一架飞机从日本的头飞到日本的尾。我们现在是在北海道的稚内啊，我们这次呢会飞到冲绳，我们就是先加速到它的最快时速3000多 km 后，我们就要开始计算时间了，要先飞到日本的外海，然后这次我们会有加速过程，但是可能以后再拍这一系列的视频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一种加速的过程了。我们先引擎全推，松刹车。旁边那一架飞机好像是在等待，我其实不确定2200 km 起飞得了还是起飞不了这一架飞机。那我们高度计音量升到30000 ft。OK， 我们破1000节了，不是1000公里哦。我们来查一下1000节是多少公里。1节等于2公里左右，所以1000节大概2000公里耶。但是我们还没发挥到它的极限，它现在增加节数还蛮轻松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能不能突破2000节。我们现在好像已经飞到俄罗斯的领土。我们在1983节卡住了。OK， 我们差不多到3万英尺要来转弯了。它这个转弯半径太大了，准备转回去我们的稚内，应该算港口吧。OK， 我们趁这个时候给大家听一下这一台飞机的速度的声音。日本好像是在隔壁那边，那我们先从日本的北端开始哦。我们准备飞过去咯，3、2、1，开始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飞越日本的上空了，底下就是我们的稚内市。现在已经飞了大约快要1分钟了，我们也陷入领土超多的。原来日本有这么多山，日本不叫高山国呢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。哦，我们的时速破2000了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们是哪时候破的，反正就是破了。而且我对日本的地理非常的不了解，我是为了这次飞行才去查那个稚内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冲绳会降落哪一个机场，应该照理来说是那霸机场。底下有一个超大的湖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都可能可以让 SR-71降落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好像竟然要飞出北海道了，往那个方向转才是日本的领土。果然沿着海岸线飞有点不太好。我们刚才就是往北海道的那个三角形的尖角飞的样子。终于看到领土了，我很好奇前面那一坨往下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 OK， 我们已经飞了8分钟。你们只要有看过另一部肯尼的影片，他飞 SR-71飞越台湾的上空，就是花了8分多钟，所以代表一个北海道就比台湾还大了。我们之后应该还会做飞越别国的影片，这次只是日本。底下都是高山耶，好像中央山脉。因为我们都是沿着海岸线飞，所以有可能会不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准备飞越北海道了，我们要往左转进入，因为北海道快结束。前面那边就是正式飞离北海道。OK， 飞离北海道总共花了13分钟，可是我实际上看地图发现它其实没有台湾这么大，可能是因为一些错觉的关系吧。
我真的是一座山比一座山高，不知道这是真实的样子还是只是模拟器里面的样子。我现在14000英尺的高空好低哦，快撞山了，我们真的要抬高了。不知道是我们的油没了还是什么，反正我们现在速度极减，油剩0了。我们刚才明明就装到3万升，装到可以飞3个小时的，为什么它会消耗这么快？已经飞了大约19分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耗油是什么关系啊？它燃油真的消耗超快的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开到最大功率，所以我们燃油也要装到最多。它能占最多是3小时32分钟，那我们就等一下，只要燃油不够再补了。它的续航力竟然是5400公里，所以代表它应该是可以飞1小时的。按我们的这个日本的领土也只不过3000公里左右，我们现在竟然已经飞到这么多地方了，我们快飞到东京都了哎。OK， 正底下应该目前就是东京都了。我们总共花了22分，快23分飞到了东京都。也不确定旁边这一条射线是什么东西，是真的还长这样，还是我的机器突然故障？哦，是我的机器突然故障。看起来那边就是东京都。可是怎么都没看到什么高楼。我们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飞到大阪那边。我们好像没办法飞到大阪，因为大阪好像已经在中间那边。我们好像应该是快飞到四国了，四国岛那边。等一下会经过一个海域，然后应该就是四国岛吧，没记错的话。所以还有机会到大阪，只是我们要飞得比较内陆一点。不确定我们正下方的这个领土是不是日本的。OK， 我们已经飞了27分钟，应该飞过半个日本左右了，应该是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飞完日本，没有意外的话。很明显的发现，我们好像应该已经飞到大阪了。你们看看这一座机场，应该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很久以前有淹水过的机场。所以呢，我们正前方的地图正前方的应该就是四国岛了，没有错的话，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个最有名的东京的那一座活火山，已经快飞到了。刚才那一座机场根本不是淹水的机场，不过是另一座在海上的机场。四国也是我为了拍这支影片才知道这一座岛。听说一件事情，四国岛好像有一座机场，它的名字叫松山机场，给大家查一下，就是这一座。哈？台北松山机场？难道日本没有松机吗？哦，日本松山机场要在后面括号一个日本，它位于日本松山市的机场，就是这个，好像这一个好像就是日本的松机。我们现在是在四国和真正的日本的海域中，虽然说四国也是日本，四国也是蛮多山的，难怪四国上面没有什么大岛。说时迟啊，那时快，我们的四国也快飞完了，才飞了3分多钟。我之前有查过呢，假如搭飞机从日本的最北端飞到冲绳的话，大约要花7个小时。那么，假如 SR-71是民用客机的话，可能只要花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了。但是只要包含起降和冷舱，可能也要拖到2个小时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应该在的地方是宫崎，不是长崎。飞完四国后，应该就是直接紧接着接宫崎县。
我们就会沿着鹿儿岛慢慢飞，飞到那霸。我们的确快飞到那个大开口了，大开口上面竟然还有一座看起来很像火山的山。我们正前方那个尖尖的是鹿儿岛线，这个尖角有一个就是日本我自己原本觉得的最尾端，大概花个43分钟左右。那一座山到底是要多高？我都感觉我这架飞机蛮难跨过去那一座山的。等一下可能会有很多空海，但是还是有日本的领土。这一座山大概是3050公尺高呢。我们其实应该是会比我说的这个时间还更快速到达日本的最北端，因为我们北海道就耗了10几分钟。我们来看一看旁边的冲绳。看起来我们近在咫尺，看起来前面那一座很像钩子形的，应该就是最后一座那霸市了。这座就是那霸市了，看起来实际上也不小嘛，看起来还是蛮大的。那一座应该就是那霸机场。旁边这边还有一座机场。在底下这边竟然还有另一座更大的机场，那霸机场应该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座。在日本最南端即将来咯。我们花了53分钟飞完日本的OK， 我们关地图减速。飞完刚好没有。我们现在时速还有700节。高度更甚至是10000公尺，现在先瞬间减速一下。虽然听说 SR71有降落伞，但是我不会用。反正我们现在可以降落就好。OK， 我们各位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圆满飞回那霸机场的画面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影片。喜欢我影片的人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！这座机场起飞，这座是室内机场，然后这边绕一个大圆，加速好后呢转个弯，然后这边是我拉回正轨准备要飞，结果呢我就飞到这个三角区域，然后这边再急转弯过来，然后呢就进入很正常的飞行了。然后呢到东京这边我又瞬间转弯，然后就避开了四国岛。幸好我们好像有经过这边的松山市的这座机场，刚才应该有跟大家提过。然后再来呢又从这个岩冈市这边进去，我还以为我是从宫崎市进去，然后从鹿儿岛市这边出来，然后又经过这座岛，最后从奄美市这边过来，最后降。